嗨，大家好，我是尼可拉斯杨。今天我们讲一个5000年前刻在巴比伦泥板上的预言：核爆之后，他们可能就要来了。今天给大家带来古巴比伦世界地图，又叫做 Imago Mundi， 意思是世界的印象，长12.2厘米，宽8.2厘米。泥板正反面都刻满了古巴比伦阿卡德语的楔形文字。正面还有很多圆形和三角的线条。在1882年，它被大英博物馆收购之后，一直和一堆破石头躺在仓库里，直到20世纪后期，考古学家才发现，这竟然是人类已知世界中发现的最古老的世界地图。石板的年代推测是西元前900年雕刻的，但是它里面的内容可能是5000年前人类文明刚开始的时候的世界的样子。问题是，5000年前怎么可能有人类可以环游地球，画出一个基本的世界地图？而且在这个地图之中还隐藏着一个大灾难和他们将要降临的预言。古巴比伦地图泥板是在1852年前后，奥斯曼帝国的亚述学家 Hormuz Rassam 在伊拉克巴格达周边的 Sipar 发现的。吉尔加美什史诗也是他挖出来的。伊拉克 Sipar 这个地方在幼发拉底河下游，这一片地方全部都是一片黄土高坡，鸟不拉屎。但是在西元前3000年前，这里就开始出现大大小小的城市，还有辉煌的神庙。被称为世界古代第7大奇迹的巴比伦空中花园也是在这里建的，但是至今没有找到，因为在几千年前的某一天，苏美尔巴比伦的辉煌在一夜之间烟消云散，化为齑粉。巴比伦地图的泥板是在一个土丘中被发现的，这个土丘叫做 Tel Abu Haba。现在在伊拉克和叙利亚有很多地方都叫做 Tel 什么什么的，比如 Tel Bali、Tel Elidu 等等等等。Tel 这个词在阿拉伯语中的意思是高高的土丘。那为什么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会出现这么多土丘呢？我再给大家看一些照片，大家猜这些土丘是哪里的？其实这些都是4500年前古埃及的金字塔，它们经过几千年的风化之后都变成了土丘。所以古巴比伦地图是一个经过至少5000年风化坍塌的巴比伦金字塔中被挖掘出来的。那古埃及、古巴比伦怎么一下子都没了？答案就在这幅世界地图之中。大家仔细看这块泥板，里面有2个环，上面刻着楔形文字 Malatu， 意思是苦水，也可以翻译成苦海，苦海无涯，回头是岸。这个圆圈里面的就是人类居住的地方。你要探索圈外的神秘未知世界，就要跨过这一圈苦水。但是来自远古的声音告诉你，不要这么做。在地图的北方有一条大河，从北向南流入圆圈中央，这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幼发拉底河。在这条大河之上有一个长方形，这是公元前3500年的古巴比伦。围绕苦水周围还有7个小圆圈，好似7个小岛，上面刻了阿塞利亚、哈本等等许多字，这些都是城市的名字。在地图的下方有一条长长的大河，上面刻着 Channel Swamp， 沼泽河床。从这里看，这中间的地方就是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他们在5000年前，这里曾经是河川纵横，一片水乡，到处都是芦苇草。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古巴比伦城这里的农作物在最厉害的时候，产量是其他国家的300倍。整个巴比伦平原上全都是椰枣树和棕榈树，是一个非常繁荣的地方。但是为什么古巴比伦最后变成了一片凄凉的荒漠？因为这在圣经中记载，古巴比伦因为极度的堕落而遭到神耶和华的诅咒。这种堕落究竟是什么？大家做好心理准备，我给大家讲一下。希罗多德在历史中记载，古巴比伦中最可耻的习俗就是巴比伦中的所有的女人一生都要去一座神庙中坐下，她们向路过的陌生男人献出自己的一夜，一生就必须献出这一夜。当这个陌生男人走到她面前，就向这个女人咔一下丢出一颗银币，说 I demand thee in the name of the goddess， 我以女神的名义要求你。这时候这个女人不能拒绝，一定要和他过一晚，
这一生只能做一次啊，非常乱，每个女人都要做，做完以后就不用再做第二次。那问题来了，为什么陌生的男人可以以巴比伦女神的名义要求这些女人？这个女神到底是谁？希罗多德记载，在古巴比伦神庙中有一座巨大的黄金神像，重800塔连德，等于21600公斤的黄金。在神像下面有一个黄金祭坛，上面必须献祭 sucklings 人类的乳儿这个古代简直是非常残忍可怕，堕落之国，邪恶的巴比伦。而让整个巴比伦都陷入无尽堕落的，都是因为这个女神。她是谁？大家准备好脑细胞，团长开始发动了。在新约启示录17章中提到，圣徒约翰做梦他突然看到一个天使从天而降，飞过来跟他说，我要给你看看众水上的大淫妇所受的惩罚。然后这个天使就带着约翰飞到一个旷野之中。约翰看到一个女人骑在红色的龙身上，坐在水源之上，那兽有7头10脚，遍体都有亵渎的名号。这时候约翰定睛一看这个大淫妇头上刻着几个字，写道，奥秘在大巴比伦，做世上的淫妇和一切可憎之物的母。所以这个巴比伦的大淫妇是一个和龙在一起，坐在幼发拉底河上面的邪恶女神。然后约翰又看到一位天使带着超大的权柄从天而降，发出耀眼的光芒，大喊，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大家注意重点，巴比伦成为魔鬼的住处，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为什么启示录这里要提到雀鸟的巢穴？难道这个巴比伦大淫妇和鸟有关？希罗多德记载到，巴比伦女人聚集的神庙供奉的女神类似于古希腊的阿弗洛狄特，和欲望有关。阿弗洛狄特的标志就是一只鸽子或者是麻雀。所以从这个线索来看，可以确定古巴比伦的邪恶大淫妇是一个看起来像人类的女性鸟形生物。就是这样。这幅雕塑是大英博物馆收藏的 Bury 浮雕，也叫夜女王浮雕。它是一个人类女性的样子，长着有翅膀和鸟爪。这幅浮雕里所有的元素都隐藏着远古的秘密。它旁边的这2只猫头鹰在古希伯来语中念作 Lilith 莉莉丝。莉莉丝是希伯来传说中亚当的第1位妻子。莉莉丝和亚当发生争论，于是逃离了伊甸园，进入红海之后，他就在这产卵生出了无数的恶魔。在旧约圣经以赛亚书30到34节中记载，神要将亚述帝国和巴比伦一起毁灭。这里非常的隐晦讲到，希伯来原文是 Lilith Aichalagai Sham， 莉莉丝在这里休息。还有下一句 Kipos Kanan Malat Bakai， 有一个 Kipos 在这里筑巢生卵孵化。Kipos 这个词在圣经里只使用过1次，它有2个看起来非常不相关的意思，大猫头鹰和剑蛇，暗示 Kipos 是一种既像鸟又像蛇的奇怪生物。它在巴比伦这里筑巢生卵孵化，就是它孵化了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大家看，莉莉丝手中拿的线条，这其实就是2条蛇。他脚下的狮子牵扯到远古另外一个更深的秘密，以后给做节目给大家单独讲解。在4400年前的阿卡国帝国的印章上，夜之女王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叫做伊安娜 Queen of Heaven， 天堂女王。注意，她背后的这6条线代表的其实也是蛇，而且她头顶牛角，这就说明她是阿努纳奇之一。阿努纳奇所有人的帽子都是有这种牛角的形状。根据苏美尔传说，伊安娜和莉莉丝一样，都喜欢吃人类的小孩。所以之前讲到的古巴比伦淫乱的习俗，还有可怕的献祭仪式，可以推测在古代有一群邪恶的好似外星人一样的生物，它们像人像鸟又像蛇。这个蛇也许不是真正的蛇，而是一种从背后伸出来的触手。这些生物从天而降，古巴比伦人把它们当作神，之后他们腐蚀人类的思想，教人类各种淫乱之术，让人类女性和陌生男子生孩子。而人类女性对这种私生子没有任何感情，
就把它们当作祭品献给了女神伊安娜。这类阿努纳奇的外星生物用邪恶和腐败腐蚀了整个地球，人类的痛苦哀嚎传到了天堂。这一段补上了上一集复活节岛挖的坑。复活节岛就是上古阿努纳奇一族在南美洲产卵的老巢，我们每一集都是有关系的，大家一定要看一下。接下来圣经中写道，神耶和华一看，巴比伦竟然如此堕落，让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上布满了异形的巢穴，这简直是侮辱了我的创造物。于是神就让先知以赛亚说出预言，我必兴起攻击他们，将巴比伦的名号和渔民以及子孙后代一并剪除。这是耶和华说的。先知耶利米也警告，巴比伦必沦为乱堆，为野狗的住处，使人惊骇嗤笑，并且无人居住。于是最后先知约翰在启示录中说出了巴比伦毁灭的异象。那时候有一个天使开始吹号，这时有一个非常大的星星燃烧着从天上飞下，掉到众水泉上，幼发拉底河2/3处。这颗星星的名字叫做 Wormwood 苦艾，一种苦草，水被污染了就变得非常苦，人喝下去都会死去。接着第4位天使开始吹号，太阳、月亮、星辰的1/3都被击打，都让他们失去光芒，整个世界陷入了黑暗，好像是一个陨石或者高科技武器从天而降，咵一下爆炸了，整个世界都陷入了黑暗。这个景象在以赛亚书中有详细的记载，写道，天上的万象都要被消没，天被卷起，好像书卷，以东的河水变成沥青，尘埃要变成硫磺，地土成为烧着的沥青，昼夜总是不熄灭，烟气永远上腾，必世世代代成为荒废，永永远远无人经过。所以从这些远古的经文中可以确定，神的确从宇宙中向巴比伦投了一颗燃烧的星星或者是核弹，把整个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全部给核爆了，人类也一起挂了。没办法，人类中有很多都是半神的混血，不铲除这些异形，整个地球可能都会被他们的巢穴所占领。按照新约圣经启示录里的预言，巴比伦被核爆的这个事还会在耶稣降临的时候再发生一次，就看这个世界上哪个地方像巴比伦，哪个地方会出现大淫妇。给大家讲一个非常诡异的事情，最近一次巴比伦灭亡事件被认为是前苏联位于乌克兰境内的切尔诺贝利。切尔诺贝利在俄语中的意思是黑色的草药，指的就是圣经中的 Wormwood 苦艾。在切尔诺贝利的中心还有一个吹着号角的天使，预示着这里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的事件就是神的愤怒。现在乌克兰反攻俄罗斯已经占领了库尔斯克，这里有一座核电站叫做库尔斯克核电站，它建造于1971年，用的是和切诺尔贝利核电站同样的技术，同样的反应堆 RBMK 1000号。大家做好准备，未来这几年人类世界可能都不会太平。灾难来了怎么办？我们再看一下这幅地图，在苦水之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会不会可以拯救我们？大家看，这里面有几个三角的形状，被称为纳古。地图已经被磨损得非常严重，实际上这一共有8个三角。有人说这8个三角是未知世界的8个大陆，也有人说它们是8座山峰。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这其实是8座金字塔。在史前世界，神秘文明在整个地球上建造了8个和吉萨大金字塔一样的建筑，作为地球的坐标。大家看，如果我们把幼发拉底河转过来，伊拉克巴格达这里大约是当年的巴比伦的方向，从巴比伦向这里走就是埃及吉萨大金字塔，也就是巴比伦的这个三角。按照这个逻辑，这里应该就是南极洲。2020年自然杂志刊登了一篇研究报告，来自英国和德国的研究小组在距离南极点900公里的范围内开始钻洞，他们把取出来的土壤进行研究，他们发现这里面全部都是温带植物的根、花粉和孢子。这就说明在上古时代，南极洲曾经是一片温带的沼泽森林，有点像新西兰的感觉，年代估计是115万年到9000万年之间，平均温度是12度左右。所以在上古时代，神秘文明在南极建立金字塔是非常符合逻辑的。而且大家看，
南极洲的确出现过一些好似金字塔的山峰，这些绝对都不是巧合。关于上古的南极洲，有的朋友应该听过皮里雷斯地图，这是奥斯曼海军上将皮里雷斯在1513年编织的世界地图，这里面就画出了南极大陆的样子。大家看，这里生存了一些奇怪的生物，还有一个没有头但是胸部长着脸的人，这个生物非常重要，它和南极大陆的远古文明有关。这个无头人在中国被称作刑天，在拉丁文中叫做 Bilamais， 印度梵语经文中也有记载，叫做 Kabanda。 它是一种全身长着毛的无头智慧生物。根据古兰经记载，有一位征战全球的大帝叫做 Du Alakanan， 他走遍了全世界，看到很多奇怪的生物，后来中世纪把他认作为亚历山大大帝，而且画了很多插图，其中就描述亚历山大大帝遭遇了一群无头人。这在梵语史诗《罗摩衍那》中也有记载，罗摩和他的兄弟拉克沙马纳王子被流放进入黑暗森林长达14年，他们兄弟俩就在森林里遭遇了无头人，梵语叫做卡班达。卡班达见到有人进入他的地盘，就突然伸出2条特别长的手，一下抓住了这2个兄弟，准备一口吃掉。罗摩和他的兄弟一看啊，大叫不好，赶紧拔出宝剑，一下咔嚓咔嚓就把这个2个手给砍断了。这个无头人卡班达在弥留之际就开始感慨一生，说一些自己的故事。他说他一开始来到地球不是没有头这么可怕的样子，他是像这样有脚有翅膀，好似鸟一样。他说他曾经在天堂担任乐师达干婆，天龙八部之一。后来他和天神发生争斗，天神用一个金刚舞咔嚓一下就把他变成了这个样子，一种神秘武器改变了他的基因。卡班达说，我死的时候请务必用火把我点燃。于是罗摩兄弟俩就帮了他这个忙，一把火把他烧了。在熊熊大火燃烧的时候，突然卡班达的灵突然出现，好似火焰一般飞入空中。这个灵穿着光芒四射的华丽服饰，突然一下进入了天上飞来的一个天堂战车，光阴天人被人接走了。所以从这里推测，如果南极洲有远古的文明，他们其实就是和巴比伦伊安娜鸟人形态的神是一样的，他们是一起的。如果你深入读这些远古的经文，苏美尔的或者是古埃及的，你就会发现这种奇怪的生物，鸟人或者是蛇类，他们好像是在死去的时候可以脱离物理形态，进入重生和轮回。这就是为什么古埃及的法老要被做成的木乃伊，这个以后给大家做一期节目详细讲一下。大家再看一下巴比伦地图，这里少了一个角，考古学家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后来大英博物馆在另外一堆石堆中找到的这个角，把它安了回去。这一下大家震惊了，这个角上写了一个词 The Great Wall， 长城，古巴比伦的长城。补上了这个角之后，巴比伦地图基本上就完全了。大家看巴比伦地图的后面，这里刻了很多字，这里写道，跨过苦海有一个长城，高达840 cubits， 那里的树高达120 cubits。 白天你看不到自己的前方，晚上你躺在点点点上。没有了。这里写的840 cubits 就是420米高，一座420米高的长城啊，有多大？这个长城也许是地底下埋设的建筑物。然后他又写到，这里有一个像 Pakistu vessel 一样厚的东西。Pakistu vessel 非常重要，它什么东西？其实它被记录在另外一块泥板中，叫做方舟石板。它里面写了一个故事，是古巴比伦诺亚的故事。诺亚完成任务以后，就对神说啊，是的，我已经做好了方舟，它的结构和 Pakistu vessel 是一样厚的。在吉尔加美什史诗中也有记载，吉尔加美什跨过苦水，翻过巨大的长城去寻找永生的方法。神说啊，你逃不过大洪水，人都要有意思，要活着就要造一个方舟，这个方舟是方的，长宽高都一样。所以 Pakistu vessel 是一个神造的立方体，停在古巴比伦地图标注的这个长城三角之中。难道这巨大的长城是一艘立方体形状的宇宙飞船的一条边？立方体其实一直是人类世界的一个谜。在沙特阿拉伯圣城麦加有神的天房，古兰经中就记载，
天使在天堂中就围绕着这个立方体的天房赞美真主。在圣经启示录中记载，在大淫妇和撒旦都被打败的最后，耶稣会乘坐新耶路撒冷降落地球。天使用苇子量那城，共有12000斯泰迪亚，长宽高都是一样。圣经中记载的12000斯泰迪亚就是2200公里。新耶路撒冷一个面就可以覆盖大半个美国，高度直接突破大气层。新耶路撒冷降临的时候，万国都将哀哭，人民将捶胸顿足。后悔没有早点信耶稣，现在没有船票了，进不去立方体。在最后，巴比伦地图给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究竟是谁可以在天空上飞翔，做鸟瞰，画出一幅世界地图？苏美尔泥板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线索，每块泥板最后都会写下抄写员的名字，但是这块泥板中的作者名字已经被毁了，找不到了，没有任何痕迹。但是在最后的一行字写道 Son of 以苏祖，以苏鲁之子。在古代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啊，我尼可拉斯杨谁谁谁之子，所以以苏鲁就是这个作者的来源。但是以苏鲁在古巴比伦语中的意思是鸟，大家可以翻遍所有的苏美尔泥板，没有人的名字叫做鸟，这是什么意思？这暗示古巴比伦地图的泥板是一个人神混血鸟的儿子记录的。这幅地图是他从天空中俯瞰大地的时候描述出来的。这都不是尼可拉斯杨的猜想，这都是古代经文泥板中相互写的，它们可以相互印证。所以总结一下，巴比伦地图中记载的古巴比伦和立方体飞船，它们是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还是和圣经启示录中写到的巴比伦的灭亡和新耶路撒冷的到来是将来将要发生的事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过去还是未来？我们的宇宙是一个轮回，还是未来是已经注定的？这可能又是另外一个故事了。我们下期再见。Hello， 大家好，这一期的秘密太多了，我还没讲完。在大航海时代的哥伦布，他们可以敢在大海中航行，就是因为他们手中其实都有一本远古的地图。哥伦布拿的远古的地图集也叫做 Imago Mundi， 这是法国天主教皮埃尔·戴利在1410年撰写的。他从上古文献中总结出了世界的模样。有一个图书馆叫做哥伦布图书馆，中有一个范本，哥伦布在这本书上做了898条注释。当时哥伦布要探索世界，其他的人都不相信他，他就拿着这些古地图跟大家讲，我一定能成功。于是最后在1492年，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大陆。然后大家再看一下美洲大陆阿兹特克人的太阳日历时，这是不是一个圆环状的？然后周围还有8个三角。难道这都是巧合？这其中的秘密太多了，团长只讲了1%不到。如果有时间，我可以给大家好好讲一讲。这里所有的研究都是我自己写的，请大家多多支持尼可拉斯杨，大家加油，冲到50万订阅！别忘请团长喝咖啡哦。